H&M 事件引发大陆明星解约潮，截止到3月25号晚上7点半，大约有47名大陆明星已经和国际品牌终止合作。这些知名国际品牌都在近2年发表声明，不再使用新疆棉花，因为中共在新疆强制维吾尔人劳动并侵犯人权。几天前，欧盟、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联手制裁了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实体。中共党媒重新翻炒这些品牌的旧声明，导致民间掀起抵制风暴。就在舆论不断高涨的同时，现实中却出现了一些相反的现象。25号晚上，河南郑州一家 H&M 实体店的门口，一名女士举着牌喊抵制。因为看到这家店生意还那么红火，这名爱国女士连夜做了纸牌，到店门口来劝说顾客别买 H&M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店家打了110报警，警方赶到现场，再三劝说无效，一把将爱国女子抓走。这一幕似曾相识，在2019年抵制 NBA 的事件当中，民众被煽动带着3000张标语去抵制 NBA 深圳季前赛，结果标语全部都被警察没收。制作3000张标语的饭圈女孩还被深圳警方带走约谈。另外，24号网上流传得物 App 的通知说要无限期下架耐克商品，但25号网友发现耐克卖得超级凶，交易量只增不减。得物 App 25号也出面辟谣说没下架，这一幕也非常眼熟。在2016年抵制肯德基的事件中，有个大妈手拿 iPhone 去店里呼吁别吃肯德基。我也用的是摔了，你力都摔了。我说我是中国人，我已经晕了好几次了。我这样立刻大家都出现，你摔。已经发生过很多次，一会儿煽动抵制日本车，一会儿煽动抵制肯德基，现在又抵制 H&M 的国际品牌，其实都是中共在作秀，目的也是威胁国际上的同类的品牌，不准对他的罪恶说三道四。其实他的内心也知道这些品牌他是抵制不了的，抵制了他会受到极大的损失。你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个外国品牌的打击，但是对中国自己的零售业也是一个打击，并且呢，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像很多商家呢，他们并不是在海外制造以后再出口到中国去的，它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的，很多都是在东莞生产的。在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下，许多制造业已经将生产线搬离中国，而这一波受到抵制的国际品牌，包括艾迪达、耐克、新百伦等等，很多都在中国有代工厂。第一呢，这些品牌的产品在中国他们没有销路的话呢，他们可能不得不停产，最后失业的呢都是东莞的一些中国自己的纺织工人。第二，本来中国制造的一些部分呢，除了一些是满足中国市场，很多实际上是用于外销的。那这些公司如果关闭撤出中国，那中共本来用来出口创汇的产业呢也会丢失。26号，新疆棉花相关讨论在微博热搜榜上的数量和热度明显受到官方控制。激进党媒《环球时报》的总编胡锡进25号也在微博建议官方机构不参与或克制声讨西方公司，隔岸观火。新唐人记者易如上演中原采访报道。